最近，中国人自己的威士忌很火。我们都知道，喝威士忌的时候加冰是为了充分享受它的香气和味道。那喝金酒的时候加冰又会有什么变化呢？如果是小瓶直接咂，喝起来草木香气浓郁，主要集中在中口。现在记住这个味道，以方便对比。接下来加入一块圆冰，再倒入一些金酒，放置1分钟后，酒体温度降低到6度左右。喝起来，原料里的草木香气转移到了中口和回味上。口感更加清爽顺滑，酒的刺激感也没有了，综合感觉的确好入口了。功劳主要来自于冰块的降度，所以很多调酒组合都是在预设有冰块溶水的情况下设计的。说到这里，曾经我也好奇过冰饮白酒会是什么体验。试过的人都知道，白酒加冰后会让酒体失衡，高级脂肪酸酯被析出，产生白色絮状物。而金酒酒体本身的光泽并不会因为加冰而发生变化，风味和观感皆为佳品。而且加冰后，金酒酒体温度和分子能量的降低，还能降低酒中药材带来的燥热，让成分被身体更好的吸收。这也符合以清驱燥的养生原则。看着这颜色和感觉，真应了那句“禁酒是中国人自己的威士忌”说。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。不过无论什么饮用方式都得适量，切记禁酒虽好，不要贪杯。胭脂味泡酒的检测报告出来了，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。先说坏消息吧，总酸和总酯2项指标不合格。不过好消息是，解决方法很简单。先说总酯，我们的检测结果是 0.18， 国标规定是大于等于 0.35， 造成低于国标最大的可能是基酒的总酯含量低。这个简单，我装100毫升原酒去检测一下就清楚了。那有什么办法呢？有，兑水。因为稀释之后酒精度就会降低，露酒里的总酯限于以蒸馏酒为基酒，且酒精度大于25度时才需要检测。这次的酒精度是 25.2， 降度之后就避开了这个问题，而且总酯对口感的影响不大。再说第二个问题，总酸。我们的检测结果是 18.1， 国标规定是小于等于6。我们都知道梅子是特别酸的，如果梅子的总酸过高，那有可能就是导致总酸超标的原因了。这个也简单，检测梅子的总酸即可。我找到之前冷冻留样的梅子，打包100克一起送去检测。那怎么弥补呢？还是兑水，用1分的酒加2分的水，理论上总酸会从18降低到6左右。先品尝一下，梅子的酸爽感降低了很多。个人认为梅子酒最有意思的那股酸爽的穿透力没有了，喝起来变得很平庸。再对比一下，感觉稀释后的梅子酒像丢掉灵魂一样，这个对口感的影响就非常大了。我经常会买各种酒来借鉴学习，于是选一瓶口感酸度最大的梅子酒，也检测一下它的总酸含量，以做参考。好了，一共4份需要检测的产品，结果出来后我们再做分析。检测需要大概10来天，所以先跟大家汇报一下，也想听一下大家的意见。想品尝稀释过的梅子酒呢，还是原来酸度较高的梅子酒呢？红茶荔枝酒的检测合格，我装了100瓶，马上要送人了，所以我想摆个好看的全家福留念。没想到剩99瓶了，大家想知道这99瓶都送给谁了吗？第一部分是最早收集的表格里填写仔细认真，平时又爱喝果酒的朋友。第二部分是评论区的高人们，如此才华横溢，怎能不奉上美酒一杯？第三部分是评论和私信，对我有很大帮助的朋友们。第四部分是对酒有一定研究的朋友，同行之间的相互切磋，共同进步。接下来是我的包装过程，各位看下有什么值得改进的地方，欢迎指出。Nice。首先，我将冲洗好的瓶子放入锅内煮5分钟后，再进行一次紫外线灭菌。拿出来后，又倒入了一些酒，盖上盖子涮一下，最后控干水分。装瓶目前我没有分装设备，每瓶都装到目测大概瓶颈的位置，然后盖盖即可。为了防止盖子在运输中掉落，我会加一个塑封帽。由于体定量不够，无法专门定制，所以我买了红酒用的，剪掉一半，剩下的刚好合适，然后塑封即可。哦，对了，这是热塑风专用的吹风机，普通吹头发用的可不行哦。为了得到大家的反馈，每一瓶我都贴了一个二维码，方便收到酒的朋友在品尝时占用一点点的时间，帮我填写一下反馈建议。贴签完成后，有时候会有一点残胶，所以我都用厨房用纸清洁。这是我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刚入手的四季如春家的厨房专用纸巾，8块9买了2卷，吸水清强，干净又方便。左滑进抖音商城秒杀频道，或点击评论区，就能一键购买我的同款超值好物了。还有更多爆款好物，低至9.9元，日常多逛一逛就能省下一大笔超值的。为了防止玻璃瓶在运输中破损，我每次都装入气泡柱。气泡柱邮寄来的时候是扁的，需要打气才能达到效果。以前我都是用打气筒来打气，这次突然想到抽滤机的这个抽气的装置，一头是吸气，那另一头就是出气了。试了一下，果然如此。做一个加长管，直接升级成电动充气，太方便了。以前打完所有的气泡柱要踩1天的打气筒，现在1小时搞定。
最后气泡柱装箱，两边封口，大功告成。99位朋友们，等着接酒吧。最近看了很多酒的书籍，我是越看越馋。但凡看到不同风格和工艺的酒品，我心里就痒痒。像书中记载的金盘露、白欧波、青乌底、秋露白等等等等，光听名字都直流口水。遗憾的是，这些酒基本现在都没有了。中国自古就有用草本植物结合作曲的传统，可以让酒体口感更加丰富。我之前尝试过用灵芝、人参、枸杞等做露酒，口感的确增味不少。现在依然有些酒企在用更科学的方式传承和创新草本酒，就像这款毛铺紫乔酒，就是融入了苦荞麦、葛根、枸杞等5种草本精华的活性成分。活性成分和酒体融合，让这款酒在保持传统白酒口感的同时，在人体中的代谢也能更快，以此达到减少人体负担的目的。这款酒融合四川宜宾的浓香、贵州茅台镇的酱香和湖北黄石的清香3种地标原酒，三香以黄金比例融合，喝起来口感层次很丰富，入口顺滑，而且酒体细腻，前中后口的滋味都非常雅致。过年时候亲朋相聚喝它就非常合适。这几年泡酒的水果基本都试过了，好喝的也分享给大家了。今年下半年再尝试一些水果发酵酒，明年计划再复刻一些古代有意思的酒。有什么想让我复刻的，欢迎评论区告诉我。最近看了很多酒的书籍，我是越看越馋。但凡看到不同风格和工艺的酒品，我心里就痒痒。像书中记载的金盘露、白欧波、青乌底、秋露白等等等等，光听名字都直流口水。遗憾的是，这些酒基本现在都没有了。中国自古就有用草本植物结合作曲的传统，可以让酒体口感更加丰富。我之前尝试过用灵芝、人参、枸杞等做露酒，口感的确增味不少。现在依然有些酒企在用更科学的方式传承和创新草本酒，就像这款毛铺紫乔酒，就是融入了苦荞麦、葛根、枸杞等5种草本精华的活性成分。活性成分和酒体融合，让这款酒在保持传统白酒口感的同时，在人体中的代谢也能更快，以此达到减少人体负担的目的。这款酒融合四川宜宾的浓香、贵州茅台镇的酱香和湖北黄石的清香3种地标原酒，三香以黄金比例融合，喝起来口感层次很丰富，入口顺滑，而且酒体细腻，前中后口的滋味都非常雅致。过年时候亲朋相聚喝它就非常合适。这几年泡酒的水果基本都试过了，好喝的也分享给大家了。今年下半年再尝试一些水果发酵酒，明年计划再复刻一些古代有意思的酒。有什么想让我复刻的，欢迎评论区告诉我。计划邀请大家品尝的胭脂梅泡酒，开封过滤到大桶后品尝一下口感。那种一爽到底的穿透力是梅子酒最有意思的地方，独具特点的梅子口味喝起来酸爽过瘾。虽然酒看着清澈，但肉眼还是能够看到细小的碎屑，这个好办，咱有经验呢。过滤，这次邀请哪些朋友呢？咱按照古人的方式行一次酒令吧。最近看三圣小妙老师的酒坛，里边提到唐代的一个对联，上联是烟锁池塘柳，小妙老师在书中对的下联是板城烧锅酒。他说也因此被罚了几杯酒，所以有想被罚1-2杯胭脂梅泡酒的朋友可以尽情发挥。这是我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刚入手的清风绵柔抽纸，柔软舒适，沾水不易破。左滑进抖音商城秒杀频道或点评论区就能一键购买我的同款好物了，还有更多爆款低至9.9元，各种小零食、日用品闭眼买都没问题，日常多逛一逛还能省下一大笔，超值。好了，咱的酒也过滤完了，品尝一下。果味的酸爽感比过滤前略微降低了点，但我喜欢的那种一爽到底的穿透力还在，也足够过瘾。装2瓶送检，检测合格后再陆续联系大家。最后别忘了上联烟锁池塘柳。羊肉还能用来酿酒？最近从北山酒精里习得一古方，把羊肉和糯米放在一起酿酒，据说既有酒香又有肉质香，冬天里还可以驱寒暖身，有点意思，咱必须得试一下。先来一杯白兰地，把羊肉浸泡一下，炖的时候只放入生姜和大葱，熬煮1小时之后取出2块晾凉，剩下的再放入盐和枸杞，炖煮10分钟后准备开吃。还得先干正事儿，把晾凉的羊排肉用手撕碎，纯肉51克，放入浸泡了1天的糯米中搅拌均匀，入体蒸40分钟，蒸好后摊开晾凉。这时加入125克凉白开，0.5克甜酒曲，搅拌均匀后放入发酵罐，掏个小酒窝，盖上保鲜膜，有氧发酵48小时。活儿干完了，再来吃羊肉，心情那叫一个舒畅。羊肉肥瘦均匀，入口即化，羊肉的脂香在后口饱满丝滑，丝毫没有羊膻味，甚至连羊汤都是极品美味。我瞬间对羊羔酒的期待更加浓烈，那将会是多么美妙的口感啊！吃完羊肉的锅碗都比较油腻，这是我在抖音商城暖冬好物节刚买的立白洗洁精，清新去异味，去油效果不错，温和不伤手。左滑逛抖音商城或直接点击评论区就能一键购买我的同款，每买150减20元，领券再打9折，随便逛逛就是超值好物，太好买了。2天后发酵的羊羔酒中再加入250克凉白开进行2次发酵，又1天后终于可以出酒了。只是酒液里有少许油的感觉，我心里隐约有点不安。
不过闻起来酒香依然浓郁，没有羊膻味。接下来压榨酒汁，我买了一台压榨机来最大化的榨取酒汁。最终得酒520毫升，效果非常满意。品尝一下，入口还是米香和甘甜，酒香呈现在中后口，没有羊肉的膻味和腥味。能把肉质香和酒香同时呈现在一款酒里，不禁感叹古人的酿酒智慧简直出神入化。只是多饮几杯之后，羊肉的油腻感逐渐增加，又不同于喝羊汤的感觉，可能羊肉的滋味和酒的醇厚融合度不够的缘故吧。传说这款酒是杨贵妃20岁生日时，唐玄宗在御酒中特意为她选中的。个人分析，那时候调味的香料比较少，所以羊羔入酒算是增加滋味的一种方式。如果上天再给我一块羊排，我一定选择清炖羊排单酿米酒，然后大块吃羊肉，大碗喝米酒，那应该是羊肉和酒最好的打开方式吧。啊，真香！